4300近在眼前，金价踩了刹车。周三那根放量暴涨的大阳线之后，周四黄金几乎原地踏步，收在4299.6，微跌0.13%。而就在今晚，7月的非农就要砸下来。这一停，到底是多头在4300下方蓄力，准备再去扣6月的高点4385，还是这波反弹其实已经见顶，只等非农一根数据，就把它一巴掌打回原形。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们照例先回顾隔夜刚刚走完的这个交易日，再一起展望今晚这场重头戏。老规矩，郑重提醒一句，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只是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分钱怎么动，最终都得由你自己决定。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行情上，黄金周四收在4299.6，几乎持平，白银却明显更弱，收在61.61，跌了1.09%，两者出现了背离。第二，最大的背景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路滑到了4.63，给黄金拖着底，但所有人都在屏息等今晚的非农。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就是今晚的7月非农数据，还有上方4385，下方4200这两道生死线。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如果说周三是烟花绽放，那周四就是烟花散尽后的一片安静。黄金在4300下方来回磨，上也上不动，下也没怎么跌，最后收在4299.6，几乎跟前一天打平。这种走势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整理，或者叫蓄势。就像一个人跑完一段猛冲之后停下来喘口气，你说不准他下一步是继续冲，还是就地坐下了。真正有意思的是白银，它没跟上，反而回落了1.09%，收在61.61。黄金按兵不动，白银先怂了一步。这个细节我们后面会专门拆。这里我想诚实的跟昨天做个对照。昨天这个节目，我把4385，也就是6月的高点，标成了本轮能不能真正反转的分水岭，把4200标成了突破之后的回踩确认位。那周四这一天验证的怎么样？黄金稳稳守住了4200，没有丝毫破位的意思。这一点昨天的判断是对的，但它也确实没能带量去攻4385，而是老老实实在下面横盘。所以我昨天那句话今天依然成立，扳机已经扣下，但反转这张章还没盖。今晚的非农很可能就是那个盖章或者撕票的时刻。好，把镜头拉近，专门看黄金这一天的脚印。周四金价的波动区间很窄，基本就在4300上下小打小闹，全天几乎没有像样的方向。收盘4299.6，对比前一交易日的4305.2，只回落了不到6个点。从更大的框架看，它现在稳稳站在50日均线4146上方，这条线代表最近1-2个月的平均成本，站在上面，说明中短期买盘还是站着主动。但同时，它离200日均线4587还有一大段距离，头顶压着这条长期均线，意味着从更长的周期看，空头的结构其实还没被真正打破。一句话，短线是多头的场子，长线的天还没翻。谁在掌控？现在是短线多头暂时占优，但他们还欠一个真正的突破来证明自己。我特别想跟你聊聊4300这个数字本身的心理意义。周三金价猛地冲到这里，靠的是空头回补加降息预期，一根大阳线情绪拉满。可越是这种急拉，越需要一段横盘来消化或立盘。你想象一下爬山，一口气冲上一个台阶之后，
人得停下来，把呼吸调匀，才有力气上下一个台阶。周四的这种原地整理，本质上就是市场在调呼吸，它没有回吐。周三的涨幅，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信号，但它也没能顺势再往上捅破4385，说明多头的子弹在数据出来前还不舍得全压上去。所以周四这根几乎持平的十字星，与其说是方向，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等着今晚来回答。再把目光转到白银，周四白银收在 61.61， 跌了 1.09%， 明显比按兵不动的黄金要弱。我们用金银比价来量化这种强弱，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周四这个比价从 69.12 升到了 69.79， 比价往上走，意思就是黄金相对更硬，白银相对更软。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把白银理解成黄金那个脾气更大的表弟，它盘子小，金融属性又叠了一层工业属性，所以涨的时候比黄金猛，跌或者犹豫的时候也往往先松手。周三那波普涨里，白银本来就只是跟涨，成色不足。到了周四，大家一犹豫，它自然第一个回吐。这提醒我们，这波反弹里，白银的追随是打了折扣的。它头顶那条50日均线 63.67， 到现在都还没能摸到。不过反过来想，白银这种跟的勉强，对我们其实是有信息量的。金银比价现在在 69.8 附近，处于偏高的位置。历史上这种偏高的比价，往往意味着白银相对黄金被低估，埋着一个未来补涨的可能。但请注意，这个可能要兑现，得有个前提，得等到市场的风险偏好真正回暖，工业需求预期跟上，白银的工业属性那条腿才会发力。眼下大家都缩在避险和数据的观望里，白银的工业属性使不上劲，它自然就只能软趴趴的跟着。所以对白银，短线我不追它的弱，但中长线我会把这个偏高的比价当成一个值得留意的伏笔。那么是什么在背后真正牵着金价的绳子？这一天，答案写在美债收益率和美元上。我们先看收益率，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从上周的 4.75 一路滑到了 4.63。 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我给你捋一遍这根链条。黄金本身是不升息的，你拿着它，它不给你利息，而美债是升息的。当美债收益率往下走，拿着债券的吸引力就变小，持有黄金那种没有利息的机会，成本也跟着变小，于是资金更愿意流向黄金。反过来，收益率一旦反弹，这根绳子就会往回拽金价。所以周四收益率的走低，其实是在悄悄给黄金托底，这也是金价虽然没涨，却也跌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我想多说一层，就是实际利率这个更关键的概念。名义收益率是你在债券票面上看到的数字，而实际利率是把通胀扣掉之后，你真正拿到手的回报。对黄金来说，真正的对手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实际利率，因为黄金本身可以看作一种抗通胀的资产，只有当扣掉通胀后，债券还能给你实实在在的正回报时，资金才会真的嫌弃黄金。周四收益率往下走，而通胀预期又没有明显松动，这意味着实际利率的顶部大概率已经被市场看到了。实际利率见顶，往往就是黄金中期最重要的顺风。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金价能从底部一点点爬回来。跟收益率绑在一起的是美元。美元走软的时候，用美元计价的黄金对拿着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就变便宜了，需求上来，价格就有支撑。美元走强则相反。周四这一天，美元整体偏软，配合着往下走的收益率，一起构成了金价脚下那块看不见的垫子。你把这两样放在一起看就明白了，不是多头有多勇猛，而是空头暂时也找不到砸盘的理由。大家都在等今晚的非农，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行情就自己冻在了那里。地缘政治这条线，今天我要如实说，并不是周四的主角。最近没有新的重大冲突升级去点燃避险的火苗，市场的注意力几乎被非农和美联储全部吸走了。
所以今天黄金脚下这块垫子，主要是利率和美元撑起来的，而不是避险情绪。这种时候反而更要清醒。当一个市场的支撑只靠预期，而不靠实打实的避险买盘时，它对数据就格外敏感，一个非农就可能让预期瞬间反转。说到预期，就绕不开今晚真正的主角——美联储和它的降息路径。这段时间金价能从底部爬起来，核心就是市场对降息的期待重新被点燃。逻辑还是那条，黄金不升息，所以它最怕的就是高利率，以及扣掉通胀后依然为正的实际利率，越高，拿着黄金的机会成本越大。反过来，只要市场相信美联储接下来会走向降息，实际利率的顶部就被看到了，黄金的吸引力自然回升。而今晚的非农，恰恰就是给这条降息路径重新定价的关键一票。数据要是偏冷，就业走弱，降息的想象空间打开，金价大概率获得助推；数据要是意外强劲，降息预期被浇一盆冷水，收益率和美元反弹，那金价头上的绳子就会被猛地往回拽。这里我想帮你把非农这3个数字拆细一点，你今晚看数据就不至于抓瞎。第一个是新增就业人数，人数越少，越低于预期，越说明经济在降温，对降息越有利，也就越利多黄金。第二个是失业率，失业率上升，同样指向就业市场走软，利多黄金。第三个，也是最容易被忽略却最关键的，是平均时薪，也就是工资的涨幅。工资涨得太快，会重新点燃通胀担忧，反而可能把降息预期往后推。所以今晚哪怕人数很弱，只要时薪意外大涨，黄金也未必能顺利上攻。3个数字要合起来看，别只盯着最显眼的那个新增人数。我们把技术面摊开来看，黄金上方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坎，是4385，这是6月的高点，也是这轮反弹能不能被叫做真反转的分水岭。只有带着放大的成交量站上去，才谈得上向200日均线4587发起进攻。下方第一个支撑是4200，这是前面突破之后的回踩确认位，周四已经守住。再往下是4150附近的50日均线，那是多头真正的底线。一旦跌破，这波反弹的性质可能就要打问号。再说动能，黄金周四的14日 RSI 大约在 60.6， 这里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数值越高代表越超买，越低代表越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60.6 落在中性偏多的区间。好消息是它还没到超买，说明这波涨完之后，动能上其实还留着余地，还没透支，但它也没给出超卖那种跌到位了的信号。换句话说，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RSI 这个角度支持的是蓄力而非见顶，但它也在等一个方向的确认。我再帮你把这2种剧本各自的正伪信号说清楚，你就知道该盯什么。如果你倾向于蓄力再上这个判断，那么它一旦被打脸，标志就是金价带量跌破4200，并且很快连4150的50日均线也守不住，那说明所谓的整理其实是见顶前的派发，得果断改主意。反过来，如果你倾向于见顶回落，那么它的正伪信号就是金价放量站上4385，并且回踩不破，那说明多头只是在数据前蓄力，趋势还要继续。给自己的判断预设一个认错的开关，比死扛一个方向重要得多。这是我一直想传递给你的一个习惯。轮到白银的技术面，它的头顶压着50日均线 63.67， 这道坎周四连碰都没碰到，说明它的反弹力度确实比黄金要虚。下方则是60这个整数关口，也是这轮起涨的地板，只要还站在60上方，跟涨的格局就算勉强维持。可一旦跌破60，就说明它连跟涨的成色都保不住了。白银的14日 RSI 大约在 52.4， 比黄金更低，是个不折不扣的中性数值。
既没有超买的过热，也谈不上超卖的到位，正好印证了他那种跟是跟了，但心不齐的尴尬状态。对白银，我的态度一向是涨它可以让你更爽，跌它也能让你更疼。仓位上务必比对待黄金更小心。聊到这儿，必须停下来敲一记风险的警钟。今晚是非农之夜，而数据行情最经典的套路，就是数字刚出来那一瞬间，价格常常先猛地冲一个方向，把一批人套进去，然后再反手打回来。这种假动作对追单的人杀伤力极大，白银这种高贝塔品种尤其容易上蹿下跳，所以无论你心里怎么看，都请对这一晚多一分谨慎，别在数据公布的那几秒里冲动追单，管好仓位，保持冷静，永远比猜对方向更重要。市场不会奖励最勇敢的人，只会奖励活得最久的人。那么落到今晚和后市，我把话分成短线和长线两层，给你讲透。先说短线怎么看，核心变量只有一个，就是今晚的7月非农，上方4385是必须拿下的关口，带量站上去，并且非农配合，才谈得上向4587的200日均线进军。下方4002是第一道生命线，4150的50日均线是多头底线。所以今晚可以简单的画2个剧本，非农偏冷，就业走弱，收益率和美元回落，金价有望突破4385，把反弹升级。反过来非农意外强劲，收益率和美元反弹，金价则可能回落去测试4200，甚至下探4150。日历上，今晚是7月非农，下周还有一个更硬的关卡，大约8月12号的7月 CPI 通胀数据，它会检验降息这条逻辑还站不站得住。再说长线怎么看，这一层要把眼光放到几个月甚至更远。支撑黄金长期的那几根大梁其实没变，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金，去美元化的大方向，美国高企的债务，以及长期偏低的实际利率，再加上时不时冒头的地缘风险，这些都是慢变量，但方向偏多，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上，金价在4300下方犹豫，要看非农脸色，方向并不明朗。长线上，那套支撑逻辑依然稳稳站着，短线的犹豫和长线的偏多完全可以并存。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把今晚怎么交易和这一年怎么看分开来想。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一停是蓄力还是见顶？我的判断是，在没有带量跌破4200之前，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蓄力，而不是见顶。但在没有带量站上4385之前，也请你千万别急着喊反转已成。这不是和稀泥，而是这个位置本来就把决定权交给了今晚的数据。非农就是那个盖章或者撕票的人。用一句话给你总结今天的核心判断：4200不破，就还是多头的场子；4385不站，就先别急着喊反转。那么问题抛给你，你觉得今晚非农之后，金价会先向上突破4385，还是会掉头回测4200？评论区打上你的判断，是向上还是向下？最后再次郑重提醒，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金价这东西涨跌都有可能，任何决策带来的盈亏，都请你盈亏自负，自己承担。请务必保持谨慎，管好仓位，别让一晚的行情打乱了你的节奏。好了，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更新你都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